操，就不信你还能爬得起来！魏无羡脱口骂了一句，还愤愤地踢了一脚倒在旁边的妖兽尸体。几个小辈忐忑地看了眼旁边的蓝忘机，见韩光俊并没有露出不悦的神情，才舒出口气，心道：也只有魏前辈在韩光俊面前说脏话，还能安然无事了。此处是姑苏境内一座山脉，地处偏僻，隔着老远才到镇上。荒山野岭凶兽多，平时也没甚人敢走，却因这山位置不好且大，迫使官道绕着它建，多出不少路。偶尔有些胆大的为省时间走了，人没了，也只当是被野兽拖了去，没甚人在意。日前，镇上一有钱人家的小公子，仗着浩浩荡荡十几人，其中不少江湖好手，偏不走官道，要直接越过这山来。在山中遇袭，只剩几个命大的逃了出来，疯疯癫癫指道：妖怪，妖怪吃人了！这才向云深不知处求救。云深不知处派出蓝思追、蓝景仪二人，带着小辈前去解决此事，而蓝思追又约上金陵，一队人马出门夜猎。魏无羡一听到这个消息，连忙蹦了起来，只因他在云深不知处实在闲得太久了，无聊透了，赶紧扯上蓝忘机，偷偷跟在后面，美其名曰观察小辈们的实战课业。但是以现在这几个小辈的能力，不是什么上古凶兽，哪里还需要他们帮助？其实也就是借机玩乐一番，蓝忘机自是由着他的。蓝思追那方听得幸存者一番描述，想来不过是寻常妖兽，一队人便上山探路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便寻了个客栈，两人正在房间里腻腻歪歪，亲得难舍难分呢。突然天空一声炸响，蓝色的烟花在空中绽开出蓝氏家徽，是求救信号。两人心觉不好，蓝忘机迅速照出碧尘，将魏无羡拦腰一抱踏上去，速度之快完全是习惯性动作，遇见在空中还不忘给魏无羡擦擦湿润的嘴角。魏无羡弯起眉眼痴痴一笑，将蓝忘机抱得紧紧的。虽然现下他也已经用莫玄羽的身体结丹，但是秉着能躺就不坐，能坐就不站，要站也要靠着蓝忘机的信条。有蓝忘机在身边，他自己是不遇见的，蓝忘机也由着他。不一会赶到山上，只见那妖兽形如野猪，却很是巨大，而且力大无穷，周身树木全部被撞得倒塌，众小辈们结了剑阵也完全困不住他。妖兽面上两根可怖的尾牙泛着口水，向一处撞去。两名蓝氏少年虽用剑抵挡，却还是被撞飞出去。金陵见状想去救人，却不料妖兽突的一转头，竟向他撞来。魏无羡情急之下，一连丢出10几张符篆，在妖兽身上引爆，激得妖兽吃痛仰天长啸。这时碧尘也来支援，在妖兽身上落下无数蓝色剑光，叫得众小辈退下。那妖兽竟是与韩光俊和夷陵老祖相斗了半个多时辰才倒下，于是便有了先前那幕。魏无羡又拿脚摆弄了一下，道：不对劲，怎么了，魏前辈？魏无羡思索着道：他一寻常妖兽，看着不过几十年修为，据所说日前也不过吃了7、8人，竟比上百年的还难斗，拿什么和我们打了大半个时辰？一旁的蓝忘机颔首同意他的说法。蓝思追又道：韩光俊，魏前辈，前方有个山洞，我们刚才想进去查探一番，这妖兽便疯了一般冲出来，想必是他的栖身之所。蓝忘机道：你们先进洞查看，若有不对，通知我们。是。蓝思追得令，说罢便带着其他人进洞去了。魏无羡又捣鼓了一下：艾兰战，你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食人兽靠生吃活人长修为，他在这修炼？蓝忘机揽过他，指住他还在捣鼓的手，拿出帕子给他擦掉额前的汗。脏，再查。魏无羡笑着环过他的脖子，刚想说些胡话，就听山洞里蓝景仪不顾家规的大叫：韩光俊，魏前辈，里面还有一个小的。金陵管他大的小的，想起刚才那个妖兽凶狠的模样，提起剑就想往前捅，幸得魏无羡跑进来，压下他的手，阻止了他。哎，怎么这么冲动，看都不看一下就处死吗？金陵道：食人妖兽凶残无比，无论大小，理应灭绝。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魏无羡对众小辈笑了笑，又道：你们觉得这是什么？魏无羡指的地方，只见一个巴掌大的小人儿，小小的，穿着却隆重复杂，正躺在地上瑟瑟发抖。有个少年问：不是食人兽吗？我说：你们是读书读傻了，刚才那个长得像猪，这个像人，是一个东西吗？蓝景仪道：莫不是父母有一个是人形的，
长得像一方。魏无羡望天，他谁都不服，就服蓝景怡的脑洞。不对，接过话的蓝思追道：“不是那妖兽的小孩，没有父母养小孩，是拴着铁链养的。”果然，细看去，小人腰上拴着根铁链，另一头深深地埋在石壁里。而且这阵法，小人躺着的地方还有一个以血化的阵法，还是思追儿细心吸魂阵，而且这也不是普通的铁链。说罢，魏无羡朝蓝忘机喊了一声：“蓝战！”蓝忘机会意过来，提起碧尘。那小人貌似不能说话，害怕的直发抖摇头，便见碧尘向那铁链砍了去。怕阵法继续影响他，魏无羡把他拖起，放到旁边一处空地，待得休息了一小会，小人站起来，摆摆衣服，让自己不至于太失了仪态，对他们行了一礼：“多谢几位出手相救。”小人道来，他本是这方山脉的一个山神，小山小神而已，虽法力低微，却也能收得这小小地方安乐。不料之前来了个食人兽，因他自己犯傻的原因中了套，便被锁在这里，每日被他用阵法吸走灵力。幸得蓝忘机魏无羡杀了食人兽，又斩断铁链，他才得救。这便解释得通那食人兽哪来的气力和他们缠斗。原来灵力供给是山神，再小那毕竟是个神啊。小山神道：“不知公子们可否再帮在下一个忙？”“您说您说。”毕竟是山神，连魏无羡说起话来都带上了恭敬。“可否把在下送到外面的树上？我本是和这山一体的，只要能连接这山的灵气，我便可以恢复灵力，回到我的住处去。”魏无羡便把他抱起，送到洞外的树上，蓝忘机跟在一旁。小山神在树上摸了一下，便恢复了灵力，背后张开出一双雪白的翅膀。“啊，原来你是只鸟啊！”一下不注意，魏无羡说话又没了轻重，小山神也不恼，只是笑笑道：“你们帮助了我，想要什么报酬呢？”蓝忘机却道：“除罪乃本职工作。”“是呢是呢。”魏无羡应声道：“报酬就不需要了，只是你要小心，别再被什么抓了去才好。”听罢，小山神对他们又行一礼，两人也回礼。小山神飞向空中，对他们说了句：“那便送你们一个礼物吧。”说完便消失于空中，再也看不见了。这次的夜猎经历比较离奇，聪明的猪妖囚禁了呆萌的山神，够这些小辈写一大版夜猎笔记了。两人和小辈们告别金陵，回了云深不知处。蓝忘机去拜见蓝启仁，魏无羡就先回净室等他。魏无羡正无聊着，趴在净室的案几上，边喝天子笑边想着：小山神说要给我们礼物，给了什么呀？怎么什么都没收到啊？山神总不能骗人吧？正出神呢，便见蓝忘机提着食盒回来了。二哥哥，魏无羡一见蓝忘机就笑，刚才还想着什么呢，都忘了，也不管人，还提着东西就往人身上挂。蓝忘机搂着他坐下，先吃饭。打开食盒，果然是一片红，全是魏无羡喜欢的辣菜。魏无羡满意的在蓝忘机脸上吧唧亲了一大口。二哥哥，我爱死你了！搂在魏无羡腰际的手紧了紧。蓝忘机道：别闹，先吃饱了。我知道我知道。魏无羡对他眨眨眼，笑得不怀好意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啊！也不管谁红了耳根，径自大笑吃饭去。本在客栈，两人吻得热情高涨的，被那该死的猪妖打扰了。吃饱后快速沐浴一番，魏无羡就拉着蓝忘机迫不及待亲起来。虽然都老夫了，但他总是很享受蓝忘机的吻，包括他撬开他的双唇，舔过他的齿裂，然后缠上他的舌头，仿佛要占有他似的，带点粗暴意味的侵略他的口腔。但魏无羡就是喜欢他把那清冷的檀香味侵染了自己一身，直到吻得喘不过气来，蓝忘机才咬了下他的下唇，微微放开他。魏无羡因呼吸不畅导致两颊通红，却在吸了几口气后，又朝着蓝忘机的唇瓣猛地吻了过去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